娘，我考上县里中专了。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没用，耀杰才是沈家的根，家里的钱肯定要紧着他用。爹，这是我熬了无数个夜，辛辛苦苦考来的。姐，你的上学名额归我了，谢谢你啊。你弟弟要面子，你瞎嚷嚷什么？我的凉皮摊呢？我攒了好几年的本钱呢。摊子我给卖了，卖了300块给你弟交学费报名用。你们居然把我的摊子也卖了！王叔，我的凉皮摊你先别接手，我有钱，我把它赎回来。你爹娘都按手印了，白纸黑字儿，做不了假。那是我一点点打拼出来的摊子啊！哼，现在字据生效，这摊子已经是我的了。我读书的机会，我挣钱的出路，就这么被他们一句话彻底断送。这笔账我牢牢记下。王叔，300块我一分不少还你，你把摊子还给我好不好？钱我早就付给你爹了，你想要摊子，找你爹妈去。那是我一勺一勺辛辛苦苦攒下的本钱。小姑娘，有矛盾跟你家里解决，别堵在我店门口碍事儿。区区300块，他们就卖掉了我这么多年的心血。姐，你看我的新皮鞋，城里买的，是不是特别气派？我卖摊子的钱，就是拿来给他买鞋了。你弟弟要上学报名，要出门见人，置办点体面东西怎么了？那是我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，凭什么给他随便花？反了你了！我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，你敢跟我顶嘴？我帮家里干活挣钱养了6年家，你们到底养过我什么？立刻给我跪下认错！我没做错任何事，凭什么跪？不肯跪就滚出这个家！叔，秋月年纪小，有话好好说，别这么冲动。书也没读成，挣钱的摊子也没了，还跟娘家闹得这么僵，真是一无是处。建军，你说句公道话。秋月，这门亲事我们还是退了吧。拿回去吧。我不是真心想退婚，都是我妈逼我的。你今天既然走了，以后就别再回头。秋月，对不起。离开了沈家，离开了建军，我看你以后连口饱饭都吃不上。我就算饿死，也绝不吃你们李家一口饭。没人疼我，没人要我，那我就自己好好疼自己，靠自己。秋月，你真打算不回家了？一个小姑娘没摊子没钱，往后可怎么过日子啊？只要我有一双手，就饿不死。你爹娘说了，你今晚肯定就得哭着回家求饶。那就让他们等着。你这手艺居然一点没生疏。这是我吃饭的本事，一辈子都丢不了。今天第一盆凉皮，3分钱一碗，便宜卖。哼，连个正经摊子都没有，也好意思卖？摊子能被人抢走，但我手里的手艺，谁也拿不走。给我来一碗。太好吃了，
比村口饭馆卖的味道还好。好吃就常来。谁允许你在这摆摊卖东西的？下一碗要加辣吗？要，多放点辣。你敢碰一下试试？你是沈家的人，你挣的钱就该归家里。当初是你们把我赶出家门的，忘了？我凭自己手艺光明正大挣钱，没偷没抢。死丫头，居然背着家里偷偷挣钱！你弟上学报名钱还不够，赶紧拿钱出来！钱不够，就让他自己想办法挣。我是要读书的读书人，怎么能随便干活挣钱？那我的中专录取通知书是谁亲手撕烂的？今天谁要是敢砸我的饭碗，我就跟谁拼命！小丫头，还敢跟我抢生意？各做各的买卖，各凭本事。我有正经店铺，你就一块破木板，拿什么跟我比？就他那破盆做出来的东西，谁敢吃啊2分钱一碗，确实便宜不少。便宜可不代表好吃，别吃亏了。本店凉皮特价，2分钱一碗，还送咸菜。这味道也太勾人了，闻着就香。哼，光香有什么用？我价格比你低，客源就是我的。我沈秋月的凉皮不好吃，不要钱。口气倒是不小。秋月，再给我来一碗，刚才那碗没味道，差远了。给我装2碗，带回家吃。你们怎么又跑回去了？你家凉皮寡淡无味，吃着还发黏，根本没法比。老板，咱们的客人全被他抢光了。闭嘴！给我来一碗凉皮。我们已经退婚了，你没必要来凑。我就单纯买碗凉皮不行吗？行，要吃就排队。哼，这下看你还怎么摆摊做生意。你给我等着，我马上换地方接着卖。学校门口不许随便摆摊叫卖。周叔，我不堵校门，不大声吆喝，卖完就走，绝不添麻烦。你这摆摊卖吃食，万一学生吃坏肚子，谁来担责？我所有器具都用开水烫过，调料都是当天现做现用，绝不留隔夜食材。只能靠墙边摆，老老实实做生意，不许乱喊乱叫。我一定守规矩。姐姐，这是什么呀？闻着也太香了。凉皮3分钱一碗。别扎堆堵路，大家靠墙排队。大家有序排队，不要拥挤。这小姑娘倒是懂规矩。你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，我帮你搭把手。婶儿，辛苦你了，钱盒就交给你打理。姐姐，我要多放辣。好嘞，我家辣油干净卫生，多放也好吃。你姐也太能干了，生意这么好。不过就是摆个小摊而已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凭自己手艺摆摊挣钱，光明正大，一点儿不丢人。靠自己双手吃饭，总比偷懒耍滑强。在学校门口做红火了，我偏要让你摆不安稳。周姐，
住手！学校门口也敢闹事儿！他私自摆摊儿，影响我店里的生意，我必须管。我做我的小吃，你开你的饭馆，大家各凭本事，何来影响一说？我们老板说了，这一片不许你摆摊儿。这是公家道路，轮不到你说了算。就是，你们总欺负姐姐太过分了。小孩子别乱插嘴。蓄意损坏我的摆摊器具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空口说白话，你有证据吗？我全程都看见了，可以作证。我也看见了。这次你不赔偿，我直接去我讲理。你少拿吓唬我，就打电话报警，看谁理亏。这里是发生什么纠纷了吗？这个饭馆老板故意过来捣乱，不让姐姐摆摊儿。他还想动手砸摊儿，被我当场拦住了。我是线报的记者，近期正在寻找自立自强的典型事例。我只是靠自己手艺，踏踏实实做生意，一直安分守己，遵守规矩。器具高温消毒，食材妥善遮盖，卫生做得很到位。入口的东西不能马虎，必须对每一位顾客负责。你别信他，他跟家里闹矛盾分家，人品有问题。人家家务事儿，跟你阻拦别人正经做生意有什么关系？低价恶意抢客，泼水弄脏摊位，今日上门堵摊闹事，每一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本记账本倒是很有说服力。人或许会说谎，但账本不会骗人。秋月姐，你上报纸了，县里的报纸。这下好了，全镇人都知道你踏踏实实做生意的事儿了。名气打出去了，往后生意只会越来越好。我来管钱，你专心拌凉皮，别忙乱了手脚。辛苦婶子了。学生只管排队取餐，不许帮忙碰钱，规矩不能乱。我知道，吃食和钱财分开才干净稳妥。你这做生意讲究卫生，让人吃着放心。我的凉皮儿都是当天现做，当天卖完，绝不留隔夜货。冯桂香，要买凉皮就排队，别伸手碰钱盒。我是他亲娘，我碰一下怎么了？就算是我娘，也不能动我的账本和钱。姐，你现在可是名人了，太厉害了！吹捧完就想要钱是吧？你弟上学的学费还差一点缺口。当初你们卖掉我的凉皮摊儿，拿了我300块，这笔账还没清。一家人谈什么欠不欠的？我辛辛苦苦挣钱的时候就是一家人，需要花钱的时候就只想着你儿子。先把欠我的账还清，再来跟我谈亲情。秋月，你爹突然病倒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嘴里一直喊你名字。姐姐，要不你回去看看吧。3天前还拿着扁担打我，怎么突然就病倒了？那毕竟是你亲爹，气归气，人要紧啊。行，我回去看一眼，看完就走。我倒要看看，这又是他们演的哪一出戏？月啊，爹快撑不住了。你爹是想你想坏了身子。是想我了，还是想我的钱了？你这个不孝女！
你脸色红润，气息充足，半点不像生病的样子。这是发烧，烧得面色发红。生病的人还能吃烧鸡补身子？这是给爹养病吃的。我就是故意的，我就是要你回家认错。我没做错任何事，凭什么认错？你现在是翅膀硬了，敢跟家里对着干了？你给我站住！这个家我还管得了你？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门试试？我今天不是来吵架的，是来算清楚所有账目。一家人算什么账？未免太绝情！卖掉我的凉皮摊300块，偷偷拿我零钱3块6，今天装病骗我误工半天，全部都记着。这种小事你也要记？我做生意过日子，每一笔账都不能糊涂。我是你亲爹，养你一场，拿你点钱，怎么了？所以今天把话说清楚，往后我自己挣的钱，自己挣的家底，全部归我自己支配。沈家不许再伸手索要。你这是要跟家里断亲？血缘亲情断不了，但经济账目必须彻底分清。有田叔，这事儿闹到全村都知道，太不好看了。血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硬气多久。写的明明白白，不是断亲情，就是分清楚经济账目。从今天起，我所有的收入，沈家无权支配，无权索要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你非要闹得人尽皆知？当初你们亲手撕我通知书，卖我摊子的时候，怎么不怕家丑外扬？拿印泥来，我按。这是正经凭证，谁也不许动。这张纸断不了血缘，但能断了你们无休止伸手要钱的念头。那我以后的学费怎么办？自己的学费自己想办法，别再打我的主意。秋月，你别让你弟弟出事了！姐，我就转身去接了杯水的功夫，钱就全没了。不关你的事，你别害怕。我刚才瞥见一个男娃跑得特别急，他穿的什么衣服？蓝色褂子，脚上是一双新皮鞋。这不就是沈耀祖吗？我刚才还听见他说，这是他亲姐的钱，拿了理所应当。要不要直接报处理？先去找人，当面问清楚。姐，我们都帮你作证。好，咱们一起去。这些钱哪来的？我自己攒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他刚才一来就换了一大堆零钱，看着不对劲儿。就是他，我亲眼看见他从摊位跑过来的。我拿我亲姐的钱，怎么能算偷？我们刚刚才签了经济独立的字据，手印还热乎着呢，白纸黑字赖不掉。刚分完账就偷钱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她是我姐，本来就该养我。把钱还给我。已经花掉了。他一共花了多少？麻烦您说一声，我记上账。一共3块6毛钱，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。今天不把钱全数归还，我直接报官处理。你居然要报抓亲弟！我只抓偷东西的贼，不分亲疏。大家看，这就是他凉皮钱盒里的红油。我亲眼看见他偷了钱，就往这边跑。我拿我姐的钱，天经地义。
方才立下的经济独立字据，所有人都能作证。耀祖，赶紧把钱还给你姐，别胡闹了！你一个退婚的怂汉，有什么资格管我家的事儿？他说的没错，这是我的家事，不用你插手。秋月，我就是想弥补一下以前的亏欠。我最难熬、最需要人的时候，你已经选择抽身离开了，不必再假好心。秋月，钱我们还你，求求你别报案，别毁了你弟弟的前途。一分不少，全数还清。偷透钱款已归还，本次予以口头警告，留存记录。秋月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差不多就算了吧。不是算了，是凡事有据可及，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必须记清楚。就该这样，让他们好好长点记性。谁是沈秋月？我是。有人举报你无证摆摊经营，跟我进来配合说明一下情况。有人举报你无照经营，扰乱集市秩序。请问是谁举报的？是我！你到处乱摆摊儿，抢我生意，本来就不合规矩。正经做生意，各凭本事，怎么就扰乱秩序了？你是和他同行竞争的商户，我是正经开饭馆的，本本分分做生意。正经做生意？那你之前故意踹人家面盆，泼脏水捣乱怎么说？同志，您先看看这个。自立自强的凉皮姑娘，原来就是你！我原本有固定摊位，被家人私自卖掉，才无奈临时摆摊谋生。就算可怜，无证经营就是违规。办证可以指导他补办，轮不到你恶意举报、上门捣乱。我记起来了。前几天在学校门口蓄意砸人摊位的，是不是你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就是路过。当时几十个学生、门卫都看见了，全都能作证。你这属于寻衅滋事，不是正当举报。同志，我就是一时气不过，脑子糊涂了。一时糊涂，前前后后低价打压、泼水脏摊儿、上门堵摊儿。一共3次。行，所有纠纷一并核实处理。我赔，我全额赔偿。损坏面盆2个，摆摊木板1块，合计3块2。你可真是一点都不含糊。做生意立身，靠的就是账目分明、清清楚楚。同志，我想征问办证，请问流程怎么走？去镇上登记备案，就能办理营业执照。你这种自主创业的，属于扶持对象。真的可以办？踏踏实实凭手艺吃饭，当然支持。心里已然有了清晰的规划。你就是县里报道的自力更生的凉皮姑娘？是我，今天来办理小吃类个体营业执照。主营品类是什么？手工凉皮、家常特色小吃，现做现卖。这丫头手艺顶尖，做的凉皮干净卫生，全镇吃过的人都夸好。店铺名字想好没有？就叫秋月凉培。我自己的手艺，自己的生意，堂堂正正，用自己的名字。
他是硬气，难得你年纪轻轻这么肯干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份完全属于我，只归我掌控的东西。好孩子，苦尽甘来，你总算熬出头了。执照办好，你可以租固定铺面正经经营。像你这样自主创业的，镇上还有扶持政策。我已经看好街边铺面，接下来就好好经营我的小店。小姑娘，这铺子租金不低，你一个人撑得起吗？大爷，我押1付1，房租怎么算？1个月2块，1分不少。镇上临街铺都是这个价，这价格在镇上属实不便宜，你可要想清楚。位置好，人流量稳，能留住回头客，值得这个价。你一个姑娘独自开店，不怕忙不过来，亏本折本？大爷，您看过线报就知道，我靠手艺吃饭，踏实靠谱，绝不拖欠房租。原来是你，那篇自强的报道我看过，有志气。这铺子我租你。我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小店了。月呀，都开店当大老板了，娘来帮你干活，给你搭把手。不用，我自己的铺子自己能打理。一家人分什么彼此？娘帮你干活，不收你工钱都是应该的。村口按手印的经济独立字局，白纸黑字，众人见证，依旧作数。糊涂的时候，怎么就清清楚楚卖掉孩子的摊子，花光他的血汗钱？月啊，娘有个好法子，能帮你把生意做大做强。你说。娘出50块入股你的店，往后店里赚的利润，咱们母女对半分。50块？你手里什么时候攒得出50块？我跟亲戚临时借的，你分文没有，根本借不到钱，就是想空手套白狼，白占我的心血。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揣测亲娘的心思？想入股可以，先把欠我的账还清。那300块旧账翻来覆去提，有完没完？当初你们卖掉我赖以生存的凉皮摊，拿了300块，加上药组偷拿的3块6营业款，合计303块6。那钱我早就还给你了。你只还了本金，耽误我营业，耗费我精力的损失，一分未偿。秋月这孩子做事堂堂正正，账目清清楚楚，半点亏都不吃。你就是故意刁难亲人，想逼死我们。我从未逼你们，是你们一次次搜刮我，抢夺我的心血。我是沈家唯一的儿子，家里的产业，你的生意，本来就该有我一半。执照法人写的是谁的名字？这店姓沈，但只姓我沈秋月的沈，与你们无关。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彻底不认娘家了。不消费就请离开，别耽误我打理店面，筹备开业。请问
秋月凉皮的店主在吗？哪位是沈秋月同志？同志，我是他亲娘，店里大小事务我全权做主，你有事跟我说。同志，店铺是由我本人独立出资、独立经营，我说了算。法人登记确为沈秋月本人，经营权归个人所有。他年纪小，不懂世事，做生意风险大，家里总得帮他把关。这是村民见证，家人自愿按印的字据。我早已经经济独立，自主经营，与娘家无任何经济牵扯。我清楚了，你的个人经营权益合法有效。我姐还是听家里的，我们说了算。县里即将举办特色小吃评比大赛，拿下第1名可获得官方认证的永久固定摊位。我报名参赛。这个参赛名额让给你弟。他连凉皮怎么办都不会，拿什么参赛？拿什么拿奖？我当老板出面领奖，接管摊位就行，干活有你。平日碗筷都懒得洗，还想坐享其成当老板？固定摊位是铁饭碗，天大的好事儿，绝对不能浪费。需要我当众重读经济断账字据，让全村人评理吗？永久固定摊位，绝不能让沈秋月拿到手。王老板，你躲在这儿干什么？耀祖，过来，我跟你说个能轻松挣钱的好事儿。想不想轻轻松松赚5块钱，不用出力，也不用干活？想，你说要我做什么？深夜偷偷溜进你姐的铺子，把她的凉配辣油配方、配料秘方偷出来给我。谁在那里鬼鬼祟祟的？我是沈家的人，就是进来拿点自己的东西。别磨蹭，赶紧找账本和配料方子。找够了吗？深夜撬窗入室，是想偷我的账本，还是偷我的立身方子？你怎么大半夜还在铺子里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半夜上门做贼，还敢质问店主？木栓被动过，我全程看得一清二楚，绝无差错。我只是路过巷子散步，这里的事儿与我无关。路过，需要暗中指挥别人入室偷盗。我真正的配料手艺、调味秘方，记在手里，刻在心里，从来不会留在纸上让人窃取。你早就提前防备我们了。我待人真诚，踏实做生意，但从不姑息心怀不轨、算计我的小人。深夜撬窗偷盗，蓄意窃取商业秘方，这事儿绝对不能轻易了结。明日一早，我亲自去作证，秉公处理此事。姐，我错了，我一时糊涂，你别报警，别毁了我的前途。深夜撬窗入室，惊扰铺面秩序，耽误次日参赛营业，3笔过错，我全部如实记录留存。沈秋月，你别太得意。我从不得意张狂，只擅长把每一次算计，每一笔亏欠算得清清楚楚，有据可疑。沈秋月，来的倒是积极，准备好垫底齐全了？自然要早来参赛，免得某些人半夜偷偷撬窗捣乱，鼠窃狗偷。居然半夜撬别人铺子偷东西，格局也太小了。他胡说八道，纯属污蔑我。评比正式开始。昨晚明明收拾得整整齐齐，怎么突然全毁了？肯定是有人故意搞鬼。食材全废了，这下没得比了。
不如直接弃权算了。你的参赛食材出现损毁，是否需要延后参赛？不用延后，给我10分钟，我依旧可以完成参赛菜品。面皮都没了，10分钟能变出什么花样？我看你就是硬撑。无需弃权，我可以正常参赛。太香了，这味道比别家正宗太多了。还好你心思缜密，提前留了后手，备了备用食材。临时换食材、换菜品，违规参赛不算数。原食材遭人恶意损坏，我临场制作特色面筋拌菜，属于个人特色小吃，并未违规。比赛无固定品类限制，林手合规创作，展现手艺功底，完全符合参赛规则。口感筋道入味，料汁配比精妙，风味独特，干净卫生，综合水准远超其他参赛商户。提前备料就是作弊，这场比赛不公平。正经商户参赛，提前备料、未雨绸缪是本分，何来作弊之说？分明是你比不过人家，激活人乱咬人。昨晚就是王老板派人半夜撬秋月的铺子，偷方子，搞破坏。竟有赛前恶意捣乱，损毁他人食材之事。需要我传唤门卫老周到场，当场对质取证吗？评委大人，他的手艺是沈家的，所有成绩荣誉都该归沈家。他做凉皮的手艺是家里教的，他挣的一切拿的所有荣誉都该归沈家。你与参赛者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亲娘，我最有资格替他做主。手艺是我数年日夜苦练所得，店铺是我独立申报，生意是我独自经营，与沈家无任何关联。你是我沈家生养的闺女，你的手艺，你的一切，天生就该属于沈家。此字据全村乡亲见证，由我父母、弟弟亲手按印，明确写明我收入自管，自主经营，与娘家经济两清。字据真实有效，具备民间约束力。沈秋月个人经营，收益独立合法。就算经济独立，这手艺大概率也是家传的。既然是家传手艺，你敢不敢当众做一碗凉皮，让大家品鉴？冯桂花，你且现场制作一番。你平日出摊开店，一直都是这般严谨规范吗？入口吃食容不得半点马虎，器具消毒、食材保鲜、操作流程，我始终严格把控，对每一位顾客负责。味道齁咸，配比混乱，毫无口感章法，完全不成品，毫无技艺可言。我来重新制作。实操对比清晰可见，制作手法、卫生规范、口味风靡，全部归沈秋月个人独有。本次参赛成绩与荣誉均属沈秋月本人。这个判定不公平，我不服！无凭无据肆意搅局，只会徒增笑话，自取其辱。大家快来看，沈秋月的餐具脏乱不堪，油垢厚重，卫生严重不达标。这只脏碗是你摊位所用器具？就是他的，他做生意不讲卫生，欺骗顾客，糊弄大赛。我所有专属餐具碗底都印有专属红线标记，独一无二。
这只赃碗无红线标记，绝非沈秋月摊位的器具。经查验，沈秋月摊位卫生记录完整合规，每日消毒、食材保鲜均有据可查。我每日开水烫洗器具，绝不留存隔夜食材，每一项卫生流程都如实记账，留存记录。说不定是你临时补记，刻意装样子糊弄检查。账目可查，器具可验，口碑可证，真假一试便知，无需多言。说实话，这只赃碗到底是谁的？是不是有人蓄意栽赃？是我老板让我干的，是他让我换赃碗栽赃沈老板卫生不达标。你闭嘴，不许乱说话！不止这件事儿，昨晚也是他指使我撬沈老板的铺子，毁坏参赛面皮，偷偷搞破坏，手段卑劣，心胸狭隘。赛前蓄意破坏，赛场恶意栽赃，手段恶劣，性质极其严重。深夜撬窗入室，毁坏参赛食材，赛场赃碗栽赃，3项恶意过错，全部记录在案。秋月，我错了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求你高抬贵手。从最初恶意压价竞争、泼水脏摊，到撬窗偷盗秘方，赛场蓄意栽赃，你层层升级，步步算计，绝非一时虎。即刻取消王记饭馆本次所有参赛资格，永久禁止参与县域小吃评比活动。后续所有损失，按照沈秋月账目记录依法追责，全额赔偿。你越是恶意搅局，我的账目、我的合规、我的口碑就越清晰分明。本次县域特色小吃评比大赛第1名秋月凉皮，经营者沈秋月。秋月，你赢了！你真的靠自己的双手赢了所有人。活了这么多年，我终于不靠任何人，不欠任何人，堂堂正正赢了一次。谢谢组织的认可与扶持。3日内到镇政府完成摊位登记，切记携带本人户口本办理手续。我终于……户口本还在咱们家里，他办不了手续。把户口本给我。要户口本去登记固定摊位？3日登记时限紧迫，麻烦你立刻拿给我。给你户口本可以，但是你的店铺生意、固定摊位必须分你第1半股份。还有比赛的奖金，也要全部上交家里。你们到现在还不清醒，依旧只想搜刮占便宜。没有这本户口本，你什么手续都办不成。再好的成绩，再大的生意，都是空谈。谁有天？你做人别太过分！孩子凭本事挣的前程，你凭什么阻拦？这是我们沈家的户口本，我们说了算，轮不到外人插手。户口本上同样登记着我的名字，我有权使用。想要户口本可以，跪下认错，我就既往不咎。你们执意扣留户口本刁难我，我就去村委开具身份证明，照常完成登记，守住我的前程。我倒要看看，谁敢给你开证明，帮你办事儿。那就把卖摊的账一起翻出来。支书，我要办理经营登记证明，用于镇上固定摊位备案。户口本还在你爹手里扣着吧？他拿着户口本要挟我，逼我下跪认错，才肯给我用。全村老少都能作证，
秋月早就自立门户，独自经营生意，和娘家早就分开过日子了。政策规定，本人自愿申请合法经营，直系家属无权扣押个人证件，阻挠经营，卡人办事。拿着，凭这份证明可以优先办理摊位登记，户口本后续再补核验即可，不耽误你办事。多谢支书秉公办事。这下手续合规齐全，谁也卡不住你的前程了。没有家里的户口本，我看谁能给你办手续，谁办都不算数。我给他开了本人经营证明，合规合法，有效力。你凭什么私自给他开证明？凭营业执照是他本人，比赛奖项是他本人，所有收入营烧全靠他自己双手挣来的。他凭自己本事合法经营。户口本是我们沈家的东西，他的事儿就得沈家说了算。户口本是登记身份的凭证，不是你们拿来勒索我、拿捏我的工具。这回老沈家的拿捏手段彻底不灵了。沈秋月，你别太得意。你要是继续当众闹事，阻挠我合法经营，我就把当初你们卖掉我凉皮摊、吞我300块血汗钱的旧账，申请村委当众调解清算。老沈，再无理取闹、纠缠不休，我立刻召集村委，开专项调解会，当众清算你们母女姐弟的所有旧账。你们快别给他办！这丫头偷家里的手艺方子，黑心自私，人品不正。这情况属实吗？我偷谁的方子？麻烦拿出证据。你做凉皮的手艺，生在沈家，长在沈家，就是沈家的东西，你就是偷家里的。这是村委官方证明，我自主经营，经济独立，所有生意与娘家无任何牵扯。老沈，你又来无理闹事，阻挠他人合法经营。我是他亲爹，我不同意他开店，他就别想办手续。经营登记只折验本人身份、合规资质与经营场地，不需要家属同意。你的反对不作数。卖我赖以生存的凉皮摊，吞我300块营收，撕毁我的入学通知书，扣押户口本逼下跪，每一笔我都如实记录，有据可查。你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干什么？就是为了防你今天这种仗着长辈身份颠倒黑白、无理取闹的局面。所有资质齐全，卫生合规，经营合法，符合登记标准。他不孝，不顾养育之恩，这种人不配正经开店。是否孝顺属于家庭伦理问题，不能作为限制、阻挠他人合法经营的理由。政策不认可。你可以不喜欢我赚钱，不认可我的选择，但你不能堵死我堂堂正正谋生、好好过日子的路。不是谁帮我，谁偏袒我，是我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，活得堂堂正正。请问秋月凉皮的沈老板是哪位？我在线报上看到你的创业事迹和小吃评比第1名的成绩，特意过来找你谈合作。具体怎么合作？我想让你的凉皮进入县城副食店试销3天，我们提供专属柜台，负责线下售卖，你只管供货，每日销量
当日结算，不拖欠，不压账。真的能进城里的正规店铺，这可是大好事儿。试销期间，口味稳定，供货稳定，后续就签长期供货合同，打通县城销路。合作可以，成品我稳定供应，但我的独家调味方子绝不对外泄露，绝不转交他人。我只需要优质成品，不需要你的配方，尊重你的手艺和权益。那就合作，试销3天，每日账目玉清日结，绝不拖沓。姐，你进城做试销必须带上我给你跑腿干活。凭什么？你弟年轻腿脚快，能帮你跑腿打杂，帮你分担压力。他跑腿最快最勤快的一回，是偷偷溜进铺子偷拿我的营业款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怎么还揪着不放？你嘴上过去了，我账本上的账一笔都没过去。一笔写不出2个婶子，一家人哪有算这么清的？亲情是一回事，经济账目早就两清，从今往后各不相干。试销合作还没正式启动，就有人当众砸店闹事？这块招牌是谁动手碰坏的？我是他亲弟弟，家里打闹而已，不算事儿。我早已经济独立，自主经营，他无权干涉损坏我的店铺财物，算不上家人打闹。进城试销最怕家属频繁闹事，影响口碑，风险太大。给我1天时间，彻底处理干净家事，绝不影响后续合作。秋月，我听说你生意做起来了，还要进城发展。有事儿直说。当初退婚是我糊涂，眼光短浅，委屈你了。建军来的正好，你们俩当初多般配。秋月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定亲，再续前缘？不能。我当初也是没办法，迫于家里压力。你不是没办法，是没胆量陪我熬过苦日子，是怕我穷，怕我拖累你。我现在后悔了，我可以补偿你，好好对你。我不收迟来的好意，也不接回头的亏欠。月啊，建军家里条件不差，嫁过去你不用吃苦。我不是货物，不能任由你们挑来卖去，随意安排人生。沈老板头脑清醒，三观端正，难得。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？这根红绳，我早就还给你了。你选的退路，你自己走。招牌被你磕碰损坏，赔付10块，今日必须结清。我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，根本没砸坏。陈经理亲眼所见，张婶当场见证，抵赖无用。赔款结清，家事彻底处理好，我们的试销合作才能继续谈。试销正式开启，为期3天，每日固定供货30份，保质保量。口味稳定，口感绝佳，完全达标。这下可以放心大干一场了。秋月，实在对不住，今天的面粉我送不了了。我们昨天已经说好敲定，为何临时变卦？是王老板放了话，镇上所有商户，谁给你供货，他就拒收谁家所有货路，断谁销路。我实在不敢得罪他。原材料供货不稳，城里试销风险太大，很容易直接崩盘。
他从杂摊、撬窗、偷方子，现在直接升级到恶意断货，步步紧逼，赶尽杀绝。老板，我要10斤精面粉，现货结算。今日没货，你去别家看看吧。院子里满满都是粮食，怎么会没货？你分明是故意为难。人家不愿意卖给你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之前栽赃陷害不成，现在就恶意断我原材料，蓄意搞垮我的生意。镇上就这几家粮铺，我一句话就让你彻底断货，做不成生意。做生意凭实力竞争，恶意断货，打压同行，手段太过卑劣。你以为断掉镇上的面粉，就能彻底困住我？没有面粉，我看你拿什么做凉皮？拿什么进城市销？卖空气吗？张婶儿，走，去村口卖场，我们收新麦，自己现磨面粉。你打算自己搭建专属供货渠道？只有自己掌控货源，稳定供货，才能配得上长期合作，不受任何人拿捏。我今日高价收新麦，当场过秤，当场结现钱，绝不赊账，绝不拖欠。你往日都是直接买面粉，今天怎么突然收麦子了？有优质新麦，就能磨出新鲜面粉，不靠粮铺，不受他人拿捏。王老板放了狠话，谁卖麦子给你，他就不收谁家的货，我们不敢冒险。王老板修货常年赊账压价拖欠，我不一样，我一斤一结，钱货两清，账目分明，绝不亏欠。只要货源稳定，品质达标，试销结束立刻签订长期供货合同，后续需求量只会更大。我信你，我先卖20斤新麦，我家也有新麦，我也卖。明日30份试销货品，货源充足，品质稳定，完全可以正常供货。既然货源彻底稳住，我们现在就签试销合同，3日试销，每日供货，每日结清账目，条款清晰，无套路。谁让你们擅自把麦子卖给他的？都不怕我断你们销路？秋月当场结现钱，诚信公道，我乐意卖给谁就卖给谁，轮不到你管。以后你们的货别想再送进我的店里。你赊我们半年货款不结，还好意思威胁我们？谁怕谁？你想断我的面粉货源，我就自己掌控整条供货渠道。你能打压一时，压不住我长久立尊。你以为进了城里店就稳了？我能让你供货，也能让城里店铺直接退货。沈老板，刚开业还没售卖，就收到一封针对你家凉皮的投诉信。货品刚进店，还未对外售卖，怎么会有人提前投诉？投诉内容称，你家是乡下脏摊小吃，卫生不达标，有人食用后拉肚子，存在食品安全隐患。请问投诉人是谁？何时购买？购买喷数？何人食用？一一出示凭证。信上没有任何具体信息，属于匿名投诉。无名无姓无凭证，这种空口白话也能当真，分明是恶意抹黑。这是官方卫生检查合格单，今日食材采购记录，制作全程降账，每一步都有据可查，合规合法。日期、份数、原料来源、制作流程，全部记录清晰，卫生确实达标，这才是正经做生意的态度，规范透明，经得起查验。味道正宗，干净卫生，比城里很多店铺做的都好。给我来2份，我带回家尝尝。王老板，写匿名投诉信抹黑别人，不累吗？我只是过来进货的，
你别乱说话。这封信纸是你王记饭馆专属的账单用纸，辨识度极高，无从抵赖。原来是你恶意匿名投诉，蓄意抹黑商户。不是我，你们别冤枉人。前期恶意砸摊，深夜撬窗偷方子，镇上恶意断我货源，如今城里匿名投诉栽赃，你的手段一次比一次卑劣。本次恶意抹黑事件，我们会正式在店里备案，保留追责权利。你越是恶意搅局，我的账目、我的合规、我的口碑就越清晰分明。姑娘，明天还来卖不？王记这下彻底撑不住了，害人终害己。天天想着恶意打压别人，耍小聪明，最后把自己的生意彻底做死了。沈秋月，我想跟你进货，卖你的凉皮儿。普通顾客买凉皮儿可以排队，想谈合作进货，先把之前所有的旧账结清。我知道错了，钱我带来了，专门来结清欠款。前期砸毁棚架损失，误工停业损失，深夜撬窗偷盗损失，匿名投诉抹黑商誉损失，恶意断货造成的供货损失一笔不落，外加县城副食店恶意投诉的官方备案记录全部属实。所有过错我都认，该赔的钱我全额赔付，也可以交合作押金。先当众公开道歉，承认所有恶意行径，再谈进货合作。我不该恶意砸摊、蓄意栽赃、恶意断货、匿名抹黑沈老板，是我心胸狭窄，手段卑劣，我知错认错。赔付押金放下，后续进货一律现结，概不削章。当初卖掉你凉皮摊的300块，我们先还一半，剩下的欠款我们按月分期还清。姐，之前弄坏招牌的钱我也全部赔清了。村委的调解协议书你们都签字按印了？签了，以后再也不无理闹事，阻挠你做生意了。旧账未清完之前，不必跟我谈亲情讲情面，这才叫公道。善恶终有报，账目最分明。沈老板，时机成熟，我们可以正式签订长期独家供货合同了。账清一笔，路宽一步，所有亏欠结清，往后皆是坦途。这是我们合作的第3家连锁分店，正式开张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谁能想到，当初一个小小的搪瓷盆摆摊儿，如今开出3家连锁店铺，太不容易了。没有捷径，都是一勺一勺调料，一碗一碗凉皮，踏踏实实挣出来的。沈老板，店里还招人吗？我想来干活。常年招人，包吃包住，薪资越界，待遇公道，踏实肯干就留。这姑娘真争气，凭自己双手逆天改命，太有出息了。人有双手就饿不死，账目分明就不吃亏，踏实做事终有回报。这块招牌，这个名字，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属于我自己。